谢谢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的新品的发布会。今年呢是小米的15周年，所以呢今天也是小米15周年的收官发布会。在这一年呢，小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取得了一系列不错的成绩，跟大家呢做一个汇报和分享。这一年，小米人车家全生态战略正式闭环，成为全球拥有最完整生态的科技公司。今年的5月，我们发布了小米自研的3纳米旗舰芯片玄电 O1， 向全球硬核科技公司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。在今年的10月，小米武汉家电智能工厂正式投产，从手机到汽车再到家电，小米完成了全生态的智能制造布局。小米17系列我们大胆创新，斩获双11国产手机全渠道全价位系列销量的第1名，也成为史上销量最好的小米数字系列。也就是在前几天，我们公布了小米和徕卡的深度战略合作签约。这次签约呢，标志着小米和徕卡在全球影像战略合作的升级。双方呢，我们会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光学技术，开启一个全新的合作模式，来彻底重构移动影像的体验。我呢就先给大家介绍全新合作模式下的首款产品，它就是小米17 Ultra。这款产品呢，我也知道大家都非常的期待。它是最强大的尖峰影像科技旗舰，凝聚了划时代的移动光学技术和顶级的科技实力。我们呢，先看一个视频，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怎么样？这款产品帅不帅？在这几天的预热期间呢，大家可以说对小米17 Ultra 的外观好评度非常高。的确呢，这一次我们的设计应该来说进化是非常大的，用2个词来形容它，就是精致和惊艳。这是我们 Ultra 系列首次采用了2G 的直屏，非常的干净利落，并且呢，它有着4曲包裹式的中框设计，手感呢也非常的好，并且这一次我们采用一个全新的带靠，做了一个小型化的设计，它的直径呢缩窄了，位置呢也上移了，所以呢视觉上也更加的协调，并且呢，如果你去单手握持它，你会发现它不挡手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的厚度只有8.29毫米。这一代啊，我们机身的厚度整整比上一代少了1毫米以上，所以它也是迄今为止最薄的 Ultra。细节的设计呢，我们也是非常的精致。预热期间呢，大家特别好评的就是这个分段式的音量按键，并且采用一个圆形的元素，有着超大角的设计，可以说呢，这是全方位进化的一代 Ultra。很多用户呢，还抱怨说，我们各家Ultra的手机影像呢都不错，但是呢手感都偏差，日常使用呢有压力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小米17 Ultra， 我们的目标要做一台什么日常使用没有压力的影像旗舰手机，并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4款颜色，有着非常百搭的白色，还有哑光磨砂质感的黑色，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个红色净头环的设计的点缀，并且还给大家带来了小米17 Pro 系列备受欢迎的冷烟紫。至此呢，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
特别款的颜色。这个颜色是不是很帅？它的名字呢叫星空绿，远看呢就是非常非常克制和内敛的墨绿色，但是如果呢你近看它，你就会发现它有着非常精致的光泽的细节，就像夜晚的星空一样。这是因为我们在它的后壳里面加了一些矿石的颗粒，所以呢呈现非常独特的层次感。这次小米17 Ultra 我们支持 IP68、IP66 防尘防水和 IP69 的高温高压喷水，所以实现了防尘和防水的大满贯。一句话呢来总结它，就是虽然呢是纤薄的身形，但却是顶配的实力。谈到顶配的实力呢，我们先聊一下影像的实力，它是我们 Ultra 史上最大幅度的一次升级。在今年的2月，我们发布了小米15 Ultra， 代号呢叫夜神，它打造了最强的夜景的实力。我想大家还有印象，我们搭载了一颗1英寸的主摄和2亿像素的长焦，这个组合呢也称作移动影像的一黄和一后，这是2025年唯一的组合。而这一次呢，我们小米17 Ultra 的目标是打造新一代的小米夜神，它就要通过划时代的光学技术，将夜景的效果做到史无前例的高度。我们继续采用了1英寸和2亿像素长焦这样一个组合，但是各自都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升级。首先，主摄继续1英寸，但是升级为1英寸的光影大师；长焦继续2亿像素，但是升级为连续的光学变焦。我们呢就先聊一下这款1英寸的光影大师。我想呢，这2年大家已经发现，由于成本的压力，越来越多的影像旗舰从原来的1英寸的大机回推到了供小机的主摄。但是我们认为，一颗顶级的主摄是我们做好夜景的前期。小米17 Ultra 我们不但要坚持1英寸，还要用最好的1英寸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带来全新的1英寸传感器光影1050L。这颗传感器呢，它就是我们手机里的全画幅，它的综合的进光量是 iPhone 17 Pro Max 的2倍。看到这个字母的 L，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，它就是面向未来的革命性的传感器技术 LAWFIC 超高动态技术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我们一直在讲 LAWFIC 超高动态技术。那么这个技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在明暗反差特别巨大的场景，就明暗反差很大，例如像逆光、像夜晚，让它的高光不过曝，色彩不溢出，堪比专业相机的表现。在传感器内，每颗像素再采用了一个全新的结构，单个像素的吸收光线的能力呢大幅提升，做常规1英寸，就是上一代1英寸传感器的大约是6.3倍。我们看几张对比的样片，这是在香港拍的，用 iPhone 17 Pro Max 拍的一个夜景。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小米17 Ultra 拍的，我们就看这个霓虹灯的牌子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字啊，它实际它的颜色是红色的，但是 iPhone 把它拍成了白色，并且在 iPhone 的霓虹灯下面的这个牌子，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完全糊掉了。但是我们小米手机拍出来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。那么这是照片，但是呢，高动态它对夜景的视频，它的效果会更加显著。我们再看一个对比，这是 iPhone 拍的，这张是我们小米17 Ultra 拍的，这个对比大家觉得差别大吗？我就谈几点啊。第一，我们看夜空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是特别纯净的黑，但是 iPhone 拍的已经泛白了。第二个，看前面的字，它的真实的颜色就是左边的
但是右边大家看到已经完全的偏色，并且最关键的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眩光。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老菲克带来的非常大的价值。在今年呢，我们发布小米4 Ultra 的时候，我说在2025年没有1英寸不老菲克。那么这次呢，我想说的是2026年无老菲克不 Ultra。我们相信老菲克就是面向未来移动影像的技术，大家一定会看到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全行业会全部跟进。所以说，2026年，如果一款主打影像的旗舰手机不支持英寸，不支持老菲克，配不上 Ultra 之名，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？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这款夜神手机它的夜晚的拍照效果，我们这次选的都是明暗反差特别大的场景，因为这个场景是最难拍的。这是潮汕的叫无火箭的一个表演，大家我相信都拍过类似的像篝火这样的一些照片，大家可以发现没有，这个火焰没有过爆，并且能有非常清晰的纹理的层次，火星的颗粒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，并且这个表演者的衣服轮廓也被清晰的保留，所以展现了非常好的高动态范围的优势。我们再看一个夜神级别的视频，这是广州一方乐前的打铁花的表演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难拍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个铁水是在1600度的高温下瞬间炸裂成铁花，亮度极高，速度极快，非常容易过曝，不小心就会拍成一片白色。但是大家发现我们小米17 Ultra 它的表现是非常棒的，连每一个铁花的星星点点的每一个细节和色彩都完美的呈现，并且背景是非常非常的纯净。马上就是元旦和春节，我想呢很多地方呢都会放烟花，但是大家发现没有，烟花呢特别难拍。我想大家相册里面是不是都有类似这样的烟花？是不是大家拍的都是这个样子？拍了之后呢，大家就会发现想发朋友圈不好意思，然后就默默的把它删掉了。为什么烟花特别难拍？就是因为烟花的动态范围特别的高，亮度超高，并且和夜空的明暗反差特别大，色彩呢又复杂多变，速度也非常的快，所以转瞬即逝。那么下面我们看几张小米17 Ultra Lofic 抓拍的烟花的效果。这是我们跟 iPhone 做的对比，大家发现差距是不是很明显？好，我们看几个样张我们拍这样好的话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烟花模式我先讲完这个烟花模式。这个烟花模式呢，选择之后就有多个模式，只要选择烟花，你就可以拍出特别好的烟花效果。我们看一下样片这张样片的话，其实有金色和红色，这个两个颜色呢特别的浓烈，但是它没有色彩的溢出，并且大家发现前面有一个渔船上的人，他在拍这个照片也被我们清晰的抓拍到了。那么这张样片呢，是我们在上一周直播的时候我们放出来过，大家发现烟花的色彩特别的鲜艳，但是暗部却是非常的纯净。前面有个小朋友呢在荡秋千，他也被清晰的抓到，并且它的剪影呢也非常的锐利。拍烟花人像是非常难拍的，因为不小心人脸就会发黑，但是发现我们这张它的人物的面部光非常的立体，并且细节呢也特别的真实，背景的烟花也非常有氛围感。大家可能说，你们这些照片是不是都摄影师拍的？那么我们普通的用户能不能拍得出来？这一次呢，我们也邀请了一些米粉的朋友来去上手体验了我们这部手机。这是我们的一个米粉，他抓拍的就在浏阳河上，在烟花绽放的瞬间，好像男孩子向女孩子进行求婚。大家发现这个银白色的烟花就特别像为这个女生披上了头纱，
所以特别的有故事感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，这一次我们的烟花模式，我们普通人、普通的用户，你都可以拍出质量特别好的烟花的照片。这次呢，我们也特意在浏阳静置了一场烟花秀，我们全程用小米17 Ultra 做了一个记录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大家是不是很难想象这是用一部手机拍出来的烟花的视频？所以我相信呢，小米17 Ultra 一定是今年过年期间最强的烟花神器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用我们小米17 Ultra 拍烟花，然后去发朋友圈。这就是我们小米17 Ultra 的主摄英寸大几加上老斐科技术。我们呢，其实这几年一直坚持一个观点，我们说光学的问题，首先要用光学来解决，这样才能保证光学位，避免数码位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几年从小米12S Ultra 开始，一直坚持用1英寸的大几，并且我们坚持用老斐这类最新的技术来解决移动光学所遇到的问题，就是要保证它有极强的光学位。所以我也相信小米17 Ultra 搭载的这颗1英寸的大几加老斐科会是2026年最强的主摄。聊完主摄，我们再来看第二大升级，就是2亿像素光学变焦的长焦。这是一个特别突破性的长焦技术。在小米15 Ultra 的时候，我们首次搭载了2亿像素长焦，它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强的移动影像的长焦，有着超大几和超大的进光量。但这一次呢，我们采用的2亿像素又做了一次升级，它采用了28纳米的先进制程，功耗呢比上一代降低了40%。但是目前所有的2亿像素长焦的解决方案都无法做到大几长焦和大几中焦的兼得，选择的长焦就无法选择中焦，选择中焦就无法选择长焦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行业里的普遍的方案是什么？就是蒙上算法，但是画面会充满人工修饰的痕迹。但是对于小米影像来说，我们始终坚持真实和光学位。还是那句话，光学的问题就要回到光学来去解决。所以呢，这次小米17 Ultra 我们用了一个划时代的技术，实现了不论是中焦还是长焦全大几真光学直出。我们先看对比的效果，我们再来谈它的技术的原理。这是75毫米的一个中焦的拍的照片，它是在香港的海港城拍的一个彩色的马赛克。我们看局部的特写，大家发现这个差距有多大？不论是清晰度、细节还是颜色的还原，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。我们再看一个90毫米的长焦拍摄的潮汕莺歌舞，我们放大看这个演员头冠上的装饰，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拍下来的宝石它就是宝石， iPhone 拍下来呢基本上是一个塑料。大家肯定会有疑问说，你们的画质为什么有这么大？我们小米到底怎么做的？还是回到那个原点的问题，我们用光学技术来解决，而 iPhone 采用的是数码的裁切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用在长焦技术就是连续
光学变焦。可能连续光学变焦这个词太过于科技了，太过于抽象，大家会不会说，什么叫连续光学变焦？好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它的差别就相对于专业相机里的近焦镜头和变焦镜头。我想这样来去讲的话，大家应该非常容易去理解它。好，目前手机的2亿像素长焦，它就相对于相机里的近焦镜头，它只能在某一个焦段是2亿像素，在其他的焦段只能通过数码的裁切，所以它会损失画质。所以说，其他的焦段它不是2亿像素。而我们小米17 Ultra， 我们相当于相机里的变焦镜头，我们能全程映满整个传感器的面积，不用裁切，实现真正的光学无损的画质，可以做到在任何一个焦段都是真正的2亿像素。所以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？一个是近焦镜头，一个是变焦，一个是某一个焦段是2亿，其他全部都不是。而我们在整个这个焦段的范围之内，每一个焦段都是2亿像素。但是这么久，为什么我们今天第一次实现了？是因为要把这么大的一个相机的变焦镜头塞到一个手机里去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所以这一次小米17 Ultra， 我们构造了史上最精密和最复杂的长焦结构。它采用了8片的镜片的设计，分成了3组，其中呢2组是浮动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一组呢负责改变焦距，一组呢负责改变焦点。并且由于结构如此复杂，它对解析力呢有着更高的挑战。我们这一次在行业里首次采用了3片的玻璃镜片，所以这边是8片的镜片，有3片是玻璃镜片，这是第一次在手机里面做到3片玻璃镜片，并且它们相互之间进行配合，让所有颜色的光线汇聚到了同一个焦点，消除了色散和色差，所以它达到一个极高的纯净度。所以我们在手机上即使做到了在75毫米到100毫米的任意一个焦段全部能够实现2亿像素的直出。为了把连续光变这样一个技术带到手机，我们经过了几年的探索，主要是做小型化。终于在今天呢，我们小米17 Ultra 它做到了。我们跟徕卡一起开启了移动影像的光学变焦时代。刚才呢的确很复杂，特别枯燥的技术啊，但是我想背后还是我们反复强调一句话，就是光学的问题要用光学来解决，才能保证光学位，来去避免什么数码位。并且呢，从中焦到长焦再到超长焦，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中焦和长焦，那么再谈一下超长焦。其实大家呢也不用担心，可以做到无断档的接力，所以不论是8.6倍还是17.2倍，都可以做到无损变焦，又有非常高的画质的表现。我们呢在一起看一下样片。这是中焦拍的一个夜晚里的小猫咪，蓬松的绒毛的纹理，胡须的质感都非常的真实，但最关键的是它的影焦那种光学位，没有数码位的那种影焦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猫咪的眼神啊，都透着亮光。这是一个长焦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，它是叫水上的火狐表演。最上面的是那个人啊，他是用水的压力把它托举到空中，然后表演这个火狐。但是大家发现这个火花是飞电的，但是每一粒都能被清晰的捕捉，所以相当震撼。我们再看一个超长焦，这是广州小蛮腰的顶层跟月亮的一个合影，但是这个月亮不是 AI 合成的超级月亮，它就是直接用长焦拍到的月亮，所以它的光学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。那么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下，它拍夜景人像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强。我们拍夜景人像的话，有几个特别经典的焦段，像75毫米、85毫米、100毫米，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样片。75毫米这个焦段呢，是人和景可以兼得的，所以这些烤棉花糖的小姑娘，大家发现这个火焰呢映在她的脸上，非常非常的温暖。
而85毫米呢是经典的肖像焦段。大家发现这个人的胡须可以做到根根分明，背景的虚化像专业相机拍的一样。100毫米是非常适合面部的特写。大家看到这个老人家瞳孔里的细节都是纤毫的毕现，这就是小米17 Ultra 搭载的这款长焦，2亿像素的大几，加上一个连续光学变焦。我们相信，这就是手机长焦的终极的解决方案。由于这个长焦的光学架构非常的先进，所以我们第一次也获得了徕卡 ARPAO 的光学认证。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，很多人来说比较陌生，但如果你是徕卡相机的用户，你就非常清楚，获得 ARPAO 认证的徕卡光学镜头，它是一个最高的光学标准。相同的焦段，获得这个 ARPAO 认证和没有获得的普通的镜头，价格差2倍以上，大约售价在7万元左右。但是在今天，拥有小米 Ultra， 你就可以拥有如此优秀的 ARPAO 镜头。这就是小米17 Ultra 的影像，它是新一代的小米的夜神，搭载一个划时代的光学技术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最强的主摄和长焦组合，它在2026年依然是最强的。并且由于我们有着这样的组合，还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功能和体验，它就是4K 超清的动态照片，也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 Live Photo。由于有了超大几和超强的光学素质，小米17 Ultra 的 Live Photo 每帧呢都能做到4K 的直出，并且由于我们有了连续光学的变焦，我们还能做到专业设备才能拍出的实况运镜，让动态照片更有故事感，并且做到了一键的直出。还是我们有一个快捷的按键，进去之后大家就可以去做选择不同的实况运镜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主角运镜，它可以做到人和风景一起合拍。第二个还有一个自由运镜，非常有电影的氛围感。但是我还要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红团运镜，就是最近特别火的格莱美运镜的效果。它可以做到镜头的推进加上慢动作，让你有红毯明星一样的主角感。为了让大家感受它的效果，我们也找了一位公认的红毯男神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大家认识他吗？那么吴彦祖帅不帅？那么我想还是再次强调这些不是视频的后期剪辑，它都是通过手机一拍一键就可以直出了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用小米17 Ultra 来拍红毯运镜，我相信谁拍谁就是吴彦祖。还有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此强大的影像，我们升级这么多，却是凝聚在千璞的不像 Ultra 的机身里，它只有 8.29 毫米的机身。其他的科技也是顶配的，搭载了一个 6.9 寸的屏幕，并且用了新一代的屏幕技术超级像素。超级像素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它有媲美2K 的清晰度，但是有着比 1.5K 更低的功耗，并且它还搭载了小米的第3代棱镜玻璃，它的抗跌落的性能比普通的玻璃高了20倍，是迄今为止最坚固的屏幕的玻璃，并且还搭载了第5代骁龙8至尊版，并且有着全新的双路立体环形冷泵。这次设计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全和新的毛细结构，比上一代的导热性能呢提升了50%。例如，如果我们连拍人像模式下连拍150张，它比 iPhone 17 Pro Max 拍摄速度快了29秒，并且平均的温度呢低了2.2度。我们还搭载了新一代的金沙江电池技术，容量做到了6800毫安时。所以呢，不论是微信语音通话，还是刷视频、玩游戏，它都比上一代的小米45 Ultra 的续航
应该说领先非常多。我们也搭载了90瓦的有线秒充、50瓦的无线秒充，还支持 PPS 通用协议90瓦的快充，并且我们还支持非常强大的小米星辰通信，通信能力呢也是大幅提升。重点谈2点，一个是有着全新的高性能切线组，所以它的信号大幅增强。最为推荐的是，它支持51个4G 和5G 的频段，支持全球210个国家的漫游，所以绝对是大家出国旅行的首选。并且呢，我们还搭载了 UWB 的超宽带的一个互联。有了它，我们小米17 Ultra 就会成为小米预期完美的车钥匙，靠近呢就能自动解锁，前后备箱可以自动开启，离开车之后呢可以做到自动的落锁。目前小米的 UWB 生态呢，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展，已经支持了小鹏的部分车型，也欢迎呢有更多的主机厂和小米合作 UWB 车钥匙的整个的适配。我们呢再聊一下生态互联。在今年的8月份，我们发布了小米澎湃 OS 3，在苹果互联的功能上受到特别多用户的好评。特别受欢迎的是 iPhone 用户的双持用户，也就是说你一部 iPhone 一部小米手机，就可以在 iPhone 上面直接看小米手机的通知，并且还能够在 iPhone 上直接去恢复小米手机上的信息。今天呢，我们带一个更加强大的功能，叫 iPhone 的妙享桌面，就可以在 iPhone 上实现完整的小米手机的投屏的操控。这是小米手机，这是 iPhone 手机，所以在 iPhone 手机上可以对它做什么？完全镜像的操控。那么大家可能问说，这有什么用？好，大家如果是双持手机，会经常烦恼的是在支付、购物、银行等 APP 账号之间进行来回的切换，特别不方便。但是这一次，你可以直接在 iPhone 上来操控你的小米手机，来去镜像点外卖，是扫二维码，或者操控小米手机进行拍照。我们也是行业里面首次实现了苹果的手机、平板电脑完整的3件套的妙享桌面，跨设备的镜像，并且呢跨设备解锁，也遵循苹果窗口的设计体系。如果你是小米的双持用户，它的体验呢更加强大，它支持双向的妙享桌面，相互镜像操控，实现双机合一的互联的体验。这就是小米17 Ultra， 也是我们小米史上最强的 Ultra 手机。我相信呢，它也会是2026年最强大的影像旗舰手机。跟上一代小米15 Ultra 相比呢，可以说大幅升级。我们逐一呢来看一下，大家看到啊，它的主摄继续1英寸，但是升级为老菲克光影大师；长焦继续2亿像素，但是升级为连续光学变焦。它获得徕卡 Apple 的光学镜头认证，搭载G5的行动码至尊版，搭载超级像素的屏幕，小米镂金玻璃 3.0， 还有它的续航的能力比上代大幅提升，升级为 UWB 的超宽的互联。最关键的是，在这么巨大的升级的情况之下，它的厚度减薄了1毫米多，只有 8.29毫米。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它的价钱，是不是大家非常期待？好，还是3、2、1，好吧？3、2、1，6999元。上一代呢，我们是256GB 起步。最近大家也都知道，内存价钱涨的是疯涨啊。但是考虑到大家拍照片存储的比较多，所以这一次我们是512G 起步。这次呢，一共有3个内存的版本，现在呢已经开启了预售，就是在后天上午12月27号上午10点钟，我们正式开售，并且首销呢，我们还给大家有非常多